seterusnya kami jemput para penonton sekalian bergelak ketawa dengan lawak jenaka Earphone Angsa. 开门叫你讲 open the door， 关门 shut the door， 半开半关。我别爱开就开，爱关就关，嘛，个一半一半的。1960年代，他们以阿肥阿瘦的形象异军突起，深入民心，更成为新加坡跨种族、跨时代的集体回忆。我们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 我觉得非常的高兴跟荣幸。Tonight I have a chance to join this special show. I'm very very happy. 这一对活宝，在我印象中啊，是一个很亲民的巨星，默契没有话讲，表演的内容很在意观众。我是门楼卡一个朋友，他们只要差不多2句到3句，人家就会笑。里边是我做你假酒。 他们真的是天生的好演员，天生的好搭档。他们动脑筋，我都厌了。他们2个人在台上演得天衣无缝。他们从唱片、歌台、电视、电影一路走来，成就非凡，形成了他们的一个年代。我怕，你什么都怕。当时大家生活很紧张的，有他们的在呢，就给我们一个定心丸，看到演出非常的开心了。跑出来啊！因为有他们，我们至少笑了20-30年。希望30年后在此再跟大家见面。你讲话稍微经过你的大脑行不行啊？怎么了？30年后你在这边见面，30年你还在吗？我这辈会嘛。 How are you?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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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国谐剧双宝王沙野峰登场。收藏的一些，全部都是海报，对，都是海报。这个是什么年代的？这是1976年，就是电视10周年的一个节目的活动。新加坡建国以来，黄沙野峰可以说是我们最成功、最深入民心的演艺天才。他们的表现手法、所使用的语言、所反映的人生百态，都是非常接地气，都很有本土色彩，给新加坡人带来很多的欢声笑语。叫杯啊，唔係刷㗎，呢處係公眾嘅地方喎，唔係你自己嘅位㗎喎。那时候我才6年级，我記得那天剛好是教師節，沒有上課，我就在家裡看電視。我中意啊，點啊？唔得啊！電視上面就播報了野峰過世的消息，他們就剪了一段他們當年的黑白的諧劇片段。咁啊，你而家想夾硬嚟咯喎？真係啊！咁啊你。那个时候没有看到方言的黑白的电视节目，所以可能有一点新鲜感。然后因为它只是剪了一个片段嘛，你就有那种说，哎，我很想看一个完整的版本这样的一个心态啦。80年代出生的苏张凯是王沙野峰的头号粉丝。
我买的第一片卡带是那个时候凯旋唱片公司出的，叫做《残愿终身》。各位听众，凯旋唱片机构就第一片、第二片、第三片，陆陆续续有看到的话，就会买。那时候我记得一片就是5块钱。我是很希望把他们的这个故事呢讲给大家听，留给我们的下一代知道，说我们其实新加坡有这样杰出的前辈艺人。王沙原名王景清，1925年出生，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潮州人。他从小就喜爱戏剧，最爱追着大鹏去看戏。13岁那年，他加入了文文山歌舞魔术杂技团，从事杂技表演工作。野峰生于1932年，原名萧天才，是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出生的客家人。年少时拜师学艺，加入了打金行列。因为喜欢到游艺场歌台听歌，更爱唱歌，从而走上了表演之路。每一次去听歌那个台呢，王沙都在表演。那个时候我就好喜欢他，好崇拜他，因为他每一次去看他，我一定大笑。那偶尔的机会，我搭上了艺术界，又刚刚好跟王沙同意，那这样碰上了，那我好高兴。那个时候，我没想到王沙的眼睛里呢，也有我这个小家伙。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表演细胞呢是非常丰富的，他也有灵感，本身的语言天才，可以讲很多方言，所以我讲潮州话，他也讲得头头是道嘛，也算是不错的。新生歌台是王沙野峰主要的表演场所之一。1961年，他们在机缘巧合下一起表演，联合策划了一段20分钟长的谐剧《每晚滑稽》，意外获得了热烈回响。其实我们是偶然的，而不是刻意去创造。野峰本来就是很肥、很胖、很矮的，我本来就很瘦、很高的。碰好两个人在一起演出之后呢，他们也不叫你王沙野峰了，对不对？不押上了。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表演谐剧如果不参与一些本地的方言，我想没有这么传神。当要组织一个表演的时候，我们第一步主要的就是看在低层社会里发生的事情啦，那么我们将它呢反映出来。虽然我们是夸张，但实际上如果你深切地想，我们的表演都有一个内涵。纸尿片啊！你买这个给我干什么？别自己要自爱一点嘛，用这个不好咯，尿完了就丢嘛。王沙野峰表演的谐剧没有剧本，大部分从社会新闻和日常生活取材，改以新加坡本土化幽默呈现，反映当时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和表达习惯。你知道我怎么还住在家里这么舒服呢？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张刮痧还没有签名吗？如果那张刮痧我一签名啊，明天他就送我进来陪你喽。都是有社会地位的。我们新的节目是这样，两个人到咖啡店，我们今天演的是什么故事？我把我的意见提出来，这一段我们应该怎么讲？那么或者他补充一些，不 OK， 那么晚上我就台上见。This one， 六波 ，OK。这个光光这个六五什么字？阿摩字。我在阿摩字弄到家讲是 A 是 B 是 C。他们没有剧本，他们是临场，两个人就自己会发挥出来。这个六五啊，这个六五啊，什么？我在教你六五。哎呦，敌儿见钱眼开嘛。那种戏叫目表戏，他们就写 point form。
王莎进来劝架，最后2个人打王莎，台词你们自己去设计咯，没有剧本的，我出这一招，你就会用什么招来搭上。你是，我是他的老公啊。如果他们要到马来西亚或者去印尼或者菲律宾哪里的话，一定会找我们，因为我们默契太好了。他一笑一下，那个鼓就要切一下，有些那些他的动作哦，我们都配合得很好。当年的旅者乐队是60年代和王莎野蜂一起跑码头的专属乐队之一。一般来讲都是王莎先出来，他只要一出场，什么动作都不用，他站在台前，人家就哇，人家就笑的，他不用讲话的。后来他就叫野蜂出来啊，丢野蜂就，阿肥阿瘦的崛起，让王莎野蜂知名度大增，更让他们展开了到东南亚各地跑码头的生涯。你说白天礼拜天他们演早场，就很简单的一条布条，这个就是招牌。那我们带的东西就除了乐队之外呢，这些工具之外呢，随身带的就是1、2个皮包，也没有带火头师傅，到哪里就吃到哪里。有时候一演完马上收拾打包，马上放在车上，马上赶到第2个地方。有时候赶到天亮，巡回演出，整个马来西亚连西马都有去，人很多很多，多到哇，有时候抢票了。有的买不到票啊，黄牛票一大堆这样了，都是一片黑麻麻的，就是满的，都是满的，坐的满，有时候甚至站都站满了，有的买站票。第一次我还记得去泰国的曼谷，哇，当时人山人海，我们一到机场还有人接机，还有给我们送花圈，越南那个时候也是非常轰动，我们每个人还拿了一个金牌。上面写歌艺超群。为了能实现30年前王莎和大家的约定，摄制团队计划透过全息投影技术，让王莎野蜂再度站上舞台，演绎2段经典谐剧。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在没有王莎野蜂全身的谐剧影像留存的情况下，将它们完整的投影出来。When I got news about this Wang Sha Ye-fong project, I keep thinking, how am I going to bring these 2 legendary comedians back to stage? After a lot of discussion with my team, we really concluded that using a mocap suit will be the best solution for this, because I think what I want is to add some humanity into their motion. If not, it's going to be very rigid. 我是第1个观众，他会读给我听，看我的反应。有时候在家里就构想，有时候灵感来了，他就写了。他没有咖啡不可以，没有精神呢，没有灵感呢。他到晚上还是要喝咖啡的。有时候看书在里面那些桥段，他看得不错了，拿起来嘛，再看怎么样子配的哦。每一次他们有表演啊，我在台下就看那些观众的反应。我会跟他们讲啊，这个效果好不好啊？那一句啊，观众比较会哈哈大笑。他常常在家里就是自己一个人静静在楼上，自己就写他的这些歌词。他假如要出一张唱片，他就很细心的
去找灵感。他很喜欢去巴萨跟那些菜贩啊、鱼贩啊，跟他们讲潮州话。那么他这些灵感，他找了来写了剧本，现成的就给叶枫了，不好就删掉，再重来。1, 2, 3, and action！ 为了能更精确地复刻王沙野枫的动作和神态，制作团队找到了曾经在舞台搭档演出王沙野枫经典谐剧的演员黄家强和郑光辉作为动态捕捉演员。And all these tracking data will then be translated back into our 3D software. Once we model out our Wangsa and Yefeng digital clone, we will be able to translate that into this 3D avatar. We will be able to project it onto the holographic mesh. 整个50年代哦，娱乐选择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多。娱乐事业当中哦，歌台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冒起啊。歌台那个时候以一个比较轻松、活泼、轻快的一个方式进入了大家的这个娱乐消费圈当中，也可以说是当时候一枝独秀。来，掌声鼓励鼓励，祝丽丽带来这一首。歌台艺人朱丽丽和姐姐朱玲玲在70年代组成明珠姐妹，成为家喻户晓的童星。那个时候我应该13岁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唱片是卖得很好，然后呢就跟王沙野枫2位老前辈哦拍了一部电影叫《阿牛下南洋》的，就是这样子跟他们有了第一次的接触。他们在吃香蕉，然后把吃完的香蕉皮丢在地下，然后捡东西，然后拿去垃圾桶丢咯。小妹妹，你们要干什么？叔叔，学校的老师说要保持城市的清洁，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扔垃圾了。那么2句台词就结束了。各位大家排练是首《电光》，希望大家都喜欢这首《爱情不悲》。后来明珠姐妹也在歌台跟王沙野枫同台主持。那个时候 Beach Road 众所皆知的很多歌台的，为了要吸引人潮，台主就叫王沙野枫来，那就叫我们跟他一起做主持，跟他们2位老前辈哦一起组织歌台啊，当然是怕啦，因为我们的王沙是很严肃的，然后野枫就会比较亲切一点。最记得的就是他一直叮嘱我们说：“小妹妹，慢慢来，不要紧张，不用怕，有我们2个老的在，你跟着我们就对了。”50年代是新加坡歌台的全盛期。1959年，新世界的新生歌台成立，野枫是最早一批的表演艺人。王沙在1961年加入新生歌台，从此新加坡诞生了第1代的谐剧双宝。小时候他们就是我的偶像来的，因为他们2个人的长相就是很 funny， 你看到他你就要笑了。有些人演喜剧哦，表情很多，挤眉弄眼，他们没有，他是冷面笑匠。眉毛动一下哦，这一个眼神，肌肉小小的牵动一下，就是语言了。他们的演出我喜欢看，就是没有废词，非常精准的，就是一下去你一定笑。你知道王沙他又高又瘦，让人家喜欢他的就是他经常被野枫欺负。你整身皮包骨，
脸黄肌瘦，不要说死啊，现在看上去都差不多了。那你这么说，我是死定的。他就是那种嘴巴扁啊，要哭这样，然后那个手势啊，大家就很喜欢，很同情他。你不会哭，你反而好笑，你反而笑他。你这不是哭吗？你这个是雷流刚来了。野蜂又不一样，野蜂就很喜欢顿脚啊，然后手放在前面这样，眨眼睛哦，然后再口吃这样。我已经受不了啦！就是这样，就很可愛，你知道。When in Hong Kong, 野蜂 was not known at all. Nobody knows them. But when I brought them in, it was an immediate success. 怕咩醜啫？得我哋兩個喺度，你有咩事嘅咪講咯。好啊，咁你收咗我呢3朵花先嚟。他们拆伙当然是在新加坡的艺坛上来讲是非常的可惜的，但是也没有办法。